再问你一遍，到底是谁？不知道。真不要脸是吧？卖假药害人，你嚣张什么？我害谁了？我这2年救的白血病人，没有1000有500吧？这也算积德行善了吧？你说对吧？这是一部拯救了华语片的影片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出现，很可能这10几年再也没有能上9分的电影，并且它当之无愧是近年来的神作，就连配角都能把一小段戏演得淋漓尽致。有很多人在看了电影后才明白，原来还有这么一种群体，生活在无奈的深渊边缘，所以才会想到违法犯罪的走私道路。患有白血病的吕受益也是其中一人，他找到卖印度神药的程勇，想要以他的门道走私一批印度盗版药，正版药4万，盗版药只需要2000，巨大的利润摆在面前，还是抵不过被捕入狱的威压。程勇便不耐烦地赶走了小吕，但小吕仍不想放弃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就强行留下了电话。你要是改变主意了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，好吧？我呢，等要救命呢。程勇听罢也没有理会，将那张改变命运的卡片随手一丢。可是如今他的现状也不容乐观，店里的神油几个月卖不出1瓶，房租已经拖欠了很久，每天躲避着房东，并且陷入了中年危机，举步艰难。上面有年迈的父亲在养老院每天都在通知他要交的年费，下面有正在成长的儿子，就连想买一双新球鞋也差点拿不出手，每天睁眼都是关于钱的事情。终于老婆再也忍无可忍，几个月前和程勇离婚，改嫁了他人，然后想要带走儿子去国外定居。程勇当然不会同意，即使给钱也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卖儿子了？这一番话瞬间让程勇勃然大怒，在对调解律师动手时，不小心失手推翻了他的前妻。带到派出所后，前妻的弟弟曹斌就在此任职。这时的程勇就是他的大敌。再敢把我姐一下，我弄死你！如今的生活就像那一地凌乱的文件，但是他依旧遵纪守法。可这天父亲的晕倒终于压垮了他，送到医院后，父亲查出了脑动脉瘤，天价的手术费给他竖起一道高墙。他打电话借钱，却没有一人敢接。这一刻，他想起了卡片上的电话，那也许是自己唯一的出路。可来到自己的小店，才发现房东已经换锁。没有办法，他敲碎了窗户，在桌子上一顿搜寻，找到了那黑暗中唯一亮起的灯光。他打电话找到了吕受益，在查看的检测报告确实和正版药一样。然后吕受益还保证能卖出去后，程勇就坐上了前往印度的飞机。经过几步辗转，他来到了药品工厂，才得知工厂的售价只要500。程勇就想要拿下在中国的代理权，还保证一定会卖出去。He wants to be a savior. 你想做一个救世主？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，我要赚钱。你告诉他，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，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。A lot of patients are waiting for this medicine to save their lives. 命就是钱 Life is money. 最终，程勇拿到了一批盗版药，他用隐蔽的路子把药偷偷运回了国。看着满满一大箱子的药，小吕顿时兴奋不已。之后，他带程勇来到夜店。这里到处都是纸醉金迷，狂欢之下都是迫于生计的女人。两人找到一个叫思慧的火辣美女，原来思慧并不是病人，她的女儿才是。为了救女儿才深陷风月夜场，同时她还是病友群的管理员。第二天他就带来了许多戴口罩的人，他们都是群主，能联系上百病友。最终把价格定在了5000一瓶，发现需求远远大于他的存货，于是就想要找到一个精通英语的人来帮他和印度工厂对接。可刘牧师是一名基督教徒，程勇就凭借他推销的口才说服了他。你光让他们信上帝，他们能有药吃吗？你这里每年死多少病人？人命关天的，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？阿门。在搞定翻译以后，就开始了卖药之路。他们都是在面包车上秘密进行。可这天，一个满头黄毛的混混走来，在吕受益面前正大光明抢走了药。一向暴躁的程勇当然受不了这个气，来到屠宰场开始追捕黄毛。这个彭浩也算是个狠人，不是因为路线摔跤，还真追不上他。我要了，要了！随后他们来到了彭浩的住处，这里密不透风，白天也是一片幽暗，角落里时不时还会传来咳嗽声，那些都是他帮助的病人。他刚满20岁就得了白血病，从家里跑了，因为怕连累了家人，再也没回去过。最终程勇于心不忍，让黄毛来给自己打工赚钱。很快程勇就拿到了中国的代理权，盗版药的货开始源源不断，买药的人也越来越多。程勇也把他的店铺赎了回来，5人的团体开始逐渐走上坡路，大把的钱都摆在他们面前。父亲的病情也终于得到了救治，不断有锦旗送来。虽然程勇只是为了能够赚钱，但也真的帮助到了那些深渊的家庭。可是另一边，正版药的公司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他们来到警察局报案有人卖假药。这次立案后正好分配给了小舅子曹斌。曹斌在一番调查过后，发现这种盗版药其实真的能够治病，并不是那边人口中说的假药。真的将近4万块，这个才5000。是不是走私来的？是。进没进医疗手册？没有。
轮番的质问将曹兵定在天平上，但是最后还是只能服从命令。程勇他们还毫不知情，正在发工资。1个月下来，黄毛也还清了债。就当他沉重的离开团体时，去哪里啊？不想干了？啊，钱拿好，别再傻不拉几把药给分了。在干什么啦？哎，过来啊！过来过来，拿着。经过这么多天的协作，他们清楚黄毛虽然沉默寡言，但他重情重义的性格一览无遗。程勇他们非常需要黄毛的存在。这晚几人就来到了私会的野店庆祝，可是不长眼的经理还在让私会去跳舞。眼看自己的人要被欺压，黄毛的手里早已攥好了酒瓶，但是被程勇用一叠又一叠的钱打了脸。最后经理见状放出了狠话，然后就大胆地走上了舞台，抚摸起钢管。看着一直打压自己的经理这副模样，私会虽然在台下大声宣泄着，但很快就变成了泪眼婆娑的旁观者，因为此前他就是这么过来的。程勇左一旁都看在眼里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听说了市面上出现了2000瓶的药，来到现场发现就是个骗子在卖假药，时不时和台下的托进行互动，骗取在场老年人的救命钱。刘牧是看不下去的，要阻止买药的人，但很快就被现场的保安给制服。黄毛率先看不下去，一脚踹飞了贾院，私会也将头发一绑，随后就抄起一把椅子直接抡了上去。程勇和吕受益也接连上阵，把现场搞得一团糟。老人没有买上药，但他们也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可精明的贾院士张长林已经潜逃，程勇几人随后也被释放。接着吕受益就邀请程勇来家里坐坐。此时他和妻子已经诞下一个儿子。吕受益本来想一走了之，可是看到出生的儿子那一刻，他就不再想死。为了那一声爸爸，饭桌上吕受益的妻子先满上了一杯，道了句谢谢，对着程勇一口灌下。是程勇拯救了她的丈夫，拯救了这个家，才能够有此刻的温暖与欢笑，才能够坐在家里聊着家常。程勇没有买房，依旧住在神油店里。这晚潜逃的张长林却找了过来，他劝说道：如果你这么卖肯定会被抓，最好200万把代理权卖给自己，然后找个正经生意做下去，岂不美哉？但程勇并没有答应将他赶走。可第二天程勇在忙时接到一个电话，张老板，警察马上就到啊，你看着办吧。紧接着张长林就挂掉了电话，并且警察的车也真的赶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在店里搜查，但最终盗版药没搜出来，找到一堆警旗，最后只能无奈收队。警察走后，他们才敢搬出来藏进垃圾箱的药。这次虽然躲过了搜查，可也在程勇心里落下了不可磨灭的心魔，对违法犯罪的事开始有了担忧。这晚他们聚在一起吃火锅，程勇也宣布了今后的打算，说以后就把代理权给了张长林，虽然贵了一点，但给他们还是低价。在座的人听后陷入一片寂静，冒着热气的火锅不断的翻腾。5人的团体第一次产生了分歧，黄毛首先表达了不满：很多人连5000都吃不起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他妈关我什么事情啊？我他妈是个卖神油的，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？我他妈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被招人娶他们怎么办？所有人再一次沉默。黄毛端起一杯酒对着程勇一饮而尽，被落下拍碎在桌子上，鲜红血液浸透了变成渣子的玻璃，转身走入了那个喧闹的雨夜。紧接着私会也离开了。柳牧师无奈地看了一眼后转过身去，5人只剩下了程勇和吕受益。曾经的店里也有过欢笑，如今只剩下散场后的冷气。程勇点上了一根烟，吐出不甘的雾气，烟雾缭绕，看不清这个世界。外面的雨还在不停的嘶吼，平静过后就是1年之久。如今的程勇用那200万开了一间工厂，虽然没有暴利，但是也算过得不错。可这天吕受益的爱人找到了他，跪在地上恳求他的帮忙。原来张长宁为了牟利提高了价格，被人举报后再一次潜逃，盗版药也就断了供给，没了货源。吕受益的病情也开始加重，压力迫使他再次走上了自杀的道路。本来风平浪静的程勇，此刻的内心五味杂陈，不断撕扯，最终来到医院找到了吕受益。此刻他比以往要憔悴几倍，和曾经判若两人。吃个橘子吧。接着医生走了进来，要给他清创。程勇和他的妻子坐在外面，听着吕受益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嚎声。妻子已经毫无波澜，只有神伤，是习惯过后的无奈麻木。程勇紧皱眉头，内心挣扎，他也要在天平中做出抉择，于是就亲自跑到了印度，要给吕受益带药，但是没有代理权，只能从药店购买。就当他拿着药回来时，迎接他的只有一张黑白相片，还有已经流干眼泪的妻子。没有接受程勇的资助，让他离开。而打开门后，全都是曾经的病友，他们依旧戴着口罩，依旧没有挣脱病魔的束缚，他们的眼神里都透露着求生的渴望。程勇低着头从他们中间穿过，自知没有脸去面对他们，可来到最后，他遇到了楼梯上的黄毛，正在止不住的抽泣中吃橘子，是吕受益最后留下的。这次程勇又一次来到印度，想要重新拿回代理权，可是如今盗版药正面临着跨国际的起诉，如果败诉就要关闭工厂。
只能够暂时给他们提供货源。回到国内，他拿出最开始那份名单，他还是不想坐牢，只能保证以前的病人有药吃。你这次卖多少钱？500。程勇开始以成本价卖药，独自一人默默地搬运送货。不过这天在他转身后，黄毛也站到了集装箱前，依旧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，一声不响地接过了程勇手中的箱子，和曾经那样一起配合着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洒落，铺满江面。程勇劝他这个月干完就回家看看吧，毕竟已经多年没有回去过，但走之前一定要把黄毛剃了。还问黄毛之前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。虽然黄毛如实说了是，但只有以前是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如同小孩一般打闹，小小的平静总是在那日落黄昏时。由于盗版要再次重出江湖，小舅子那边也加大了搜查力度，他们把病人全都集中起来，但是没有一人愿意提供一点信息。他们不知道什么程勇，只知道一个药神在救他们的命。拼了3年，4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吃了3年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被我吃垮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，你们非说它是假药，那药假不假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你们把他抓走了，我们都得等死。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行吗？曹彬也深知这一点，他再次来到上司面前求情，可是法大于情，上司绝不容忍。曹彬低垂的头让他无法抬起来。冰冷的夜晚，他独自吃着饭，电视上播报着假药的毒害之处，他只能无奈地关掉电视，不再去看。另一边的程勇也显得落寞。此时张长林又一次找到了他，想从这里讨20万的费用出头，但程勇二话不说给了他30万，只要他把药的事情烂在肚子里。挺仗义的，不过哥得劝你几句啊。我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他想让程勇就此收手，因为这种病根本就无法根治。而程勇没说什么，只是让他快走。可就在这晚，张长林躲在宾馆时，就被警察所侦查到，成功将他缉拿归案。审讯室内，张长林一副冷静的模样，给我个烟。一口烟下肚后，张长宁像是把所有的负担都吐了出来，最终也没有将程勇供出。但是小舅子查了这么久，肯定有点头绪。他独自找到了程勇的工厂，话里话外透露着假药的消息。之前跟你打架那个假药贩子，我们抓着了，是吗？挺好，为民除害。最终曹彬也没再说更多。这晚黄毛找到了程勇，可昔日那一头的黄毛已经不见，看来彭浩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。晚上拉完这趟货就要去赶火车，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彭浩上厕所不经意间发现了堵截的警察，他急忙找到了搬货的程勇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痛快了，痛快了就上车吧。可还没等程勇上车，彭浩就启动了飞驰离去。程勇还在不明所以时，看到了紧随其后的警车后才明白，彭浩一脚油门踩到死，冲破了防线，摆脱了那些警察的追捕。平静过后，是车灯下散落一地的药片，是浑身鲜血准备回家的彭浩，是曹彬无助的嘶吼想要唤醒，是赶来的程勇片刻的呆愣。松手！他才20岁，他都想活命，他有什么罪？松开！你说话！你说话！他有什么罪？他有什么罪？这晚又是一个雨夜，黄毛没有敲碎玻璃杯离开，而是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柜子里，拿到遗物后来到那个幽暗的住处。桌子上塞的是和家里人的照片，还有那张准备回家的车票。他其实也只是一个孩子，不是怕拖累，谁能不想回家呢？掺杂着雨水，程勇止不住的落泪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印度药厂被迫关闭，暂停生产。如果还想要，可以从药店回购，给程勇2000块一瓶。行，那就这样。那咱们卖多少？500，剩下的我来补。或许程勇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结局，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工厂，然后将儿子送到了前妻那里。小舅子脸上的表情尽显无奈，他想要和程勇去喝上一杯，但程勇非拒绝了，他还需要独自去送药。可就在这晚，警察摸了过来，程勇拿买药的快跑，自己开车横在路上，被按在地上时他面无表情，他早就准备好了今天这一幕。可当他看到跑掉的病人也被抓捕时，程勇开始极力挣扎，想要拯救他们。此刻他们多么无助，此刻自己多么无力，就像是医生看着手术台上已经无法医治的病人一般。
之后，程勇被带到了法院公诉审判，控方说他卖假药的行为就是在害人，而辩护律师搬出了证据，因为他的药拯救上千百血病患者，并且后来他的主管就是在救人，甚至赔钱去做这件事。可就在法庭打算休庭后再宣判时，程勇却主动站了起来，承认了所有罪行。但是看着这些病人，我心里难过。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，他们就只能等死啊，甚至是自杀。在一段陈述完毕后，程勇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上车前，程勇请求曹斌帮自己转述，告诉自己儿子他爸爸不是坏人。曹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接着，程勇默默地坐上了车，警灯庄严的忽闪忽闪地亮着。突然，警察放慢了行驶速度，程勇这才发现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照亮了路脸旁，挤满了他帮助过的白血病患者和家属，全都静静地自发地来送别。这个试图拯救他们的药神刘牧师觉得自己所做的远不及程勇，私会抱着女儿站在光亮中，其中程勇隐约看到了吕受益和彭浩，他们最后的模样永远刻在他的脑海。程勇转过身去，眼含热泪。他不是一个药神，他治不了这个世界，但是能改变一点总归是好的。影片中穿插一小段有点魔幻的故事。当程勇替吕受益买药时，出门后印度的街上烟雾缭绕，其中走出来一具神像，不仅拿着兵器，还有一个头颅和一只碗。他是印度神加里，曾和恶魔搏斗，然而恶魔的血滴落会变成新的恶魔，加里只好拖着碗去接恶魔的血。这就跟当程勇重新卖药时一样，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，拖着很多人的希望。虽然如今的生活已经很好了，但是讽刺的一点是，街上的那些药店都开始挂起充值送鸡蛋的宣传语了，早不是当年药店挂的但愿世间人无病和膝架上要生沉。电影本就是回荡在脑海中的艺术，长片短解只为推荐一部电影，触碰原片彩，会体验一段人生。